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渡边康弘先生所著的《提高语言的力量，梦想就能实现》这本书。书中讲述了一个简单却强大的观念：只要把梦想写成语言，它就会开始动起来。作者渡边先生说，只要提升语言中蕴藏的力量，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如果你想改变人生，就一边真实地想象自己梦想实现后的具体场景，一边把梦想写在纸上吧。写下来的这些话语，最终会成为现实。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腻了各种所谓愿望实现法，甚至觉得写在纸上也从来没灵验过啊。或许你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渡边先生在书里解说的方法和一般的愿望实现法则有所不同。这本书基于最新的心理学和脑科学证据，从理论上详细讲解了任何人都能实现目标的愿望实现法则。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如果想实现梦想，就要具体真实的想象某某场景。第二，揭晓实现愿望的4个步骤，只要照做您的愿望就会实现。第三，能够实现梦想的人，都是不惧怕改变，持续不断挑战的人。首先是第一部分，如果想实现梦想，就要具体真实的想象某某场景。比如，我想变有钱，我想移居海外，谁都会有这样的梦想。但说实话，光把这么大的梦想写在纸上就能实现，听了也很难相信。不过，渡边先生在书里很坚定地说，能不能实现梦想，差别只在于您有没有写下来而已。当然，光是写在纸上，谁都会做。真正关键的是提升写在纸上的语言所蕴含的力量。渡边先生发现，那些把梦想写在纸上并真的实现了的人，实际上是无意中增强了语言的力量。常见的愿望实现法，比如把梦想写在纸上，贴在房间或厕所门上，时常提醒自己。市面上的这些方法其实没什么科学依据。渡边先生也指出，光写在纸上是没用的，重要的是要赋予这些话语力量。只有当语言变得有力量，梦想才会真正向现实推进。具体例子，比如说您梦想去海外旅行，光在纸上写我要去旅行，基本实现不了。这就是语言力量太弱的表现。因为去旅行这句话太抽象，没有具体性，因为缺少具体的画面感和执行路径。人类不是把写下来的事自动完成的机器。那么，真正能实现梦想的人是怎么写梦想的呢？他们会非常具体地把梦想描绘出来。比如，不是写我要去海外旅行，而是写1年后的暑假，我要去东京的铁塔上看东京的夜景。关键是要尽可能具体而清晰地去想象实现梦想时的场景。是不是感觉好像已经看见了未来的自己了呢？像这样能够实现梦想的人，不仅是用视觉去想象，还会动用听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官，把场景设想得无比真实。而且他们会设法去亲身体验那种被眼前的美丽画作和厚重感所感动，内心满意的情感。能够实现梦想的人和无法实现梦想的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语言中是否包含了情感。渡边老师把这种将情感融入语言、提升语言力量的法则称为缪斯法则，是掌管文学、音乐等艺术，也就是灵感的女神。而缪斯法则是渡边老师以这位女神命名，独创出来的梦想实现法则。具体来说，这个法则由 Muse 4个英文字母作为开头的4个概念组成，非常重要。我们来逐个看看。M 代表宣言，就是像政治上常说的宣言那样，把梦想用文字写在纸上，向自己和周围的人明确表达出来。U 代表您，就是宇宙和感恩，意思是完全变成实现梦想的未来自己的状态，提前去感恩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也就是设定好未来的自己，进入那个状态。S 代表情景，把梦想实现时的情景用画面具象化，像在脑中放电影一样具体想象出来。E 代表情感，去真实体验梦想实现那一刻的情感。在缪斯法则中，这个情感是最重要的部分。
简单来说就是把自己设定成未来实现梦想的状态，清晰浮现出那个场景，真实体验那时的情感，一边写下梦想并向未来感恩，这样梦想就能实现。特别要说明的是，在缪斯法则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个情感。情感对人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这里有个重要的心理机制，人类的大脑会把情感强烈波动时产生的记忆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储存起来，而大脑会将这个故事当作现实来看待。也就是说，这正是语言的力量得以提升，梦想最终得以实现的原理核心。其实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们的现实都是靠大脑去感知而形成的。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舌头品尝到的，所有来自五感的信息，都会被大脑处理筛选，再决定是否将其作为现实接纳。现实世界是否存在某个东西，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大脑是否把它当成现实来认知。而且意外的是，我们的大脑经常会把现实改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样子。如果大脑能通过视觉准确获取信息，文字顺序被打乱的话，应该是很难阅读的。可实际上，我们凭借过去阅读文章的经验，无意识地根据语境判断，自动在脑中调整文字顺序并理解含义。像这样的大脑思维定式与错觉，不仅限于视觉，也会在色彩、声音、味道、气味等各种感官中发生。尽管大脑拥有复杂的功能，却是一个很容易被骗的器官。而且大脑产生思维定式和错觉，并不仅仅因为来自五感的信息。当我们在脑中逼真地想象出一个故事，也就是所谓的幻想或画面时，大脑有时候也分不清那是现实还是想象。您不妨回忆一下小时候的记忆，是现实发生过的事，还是小时候做过的一个非常逼真的梦？有些人恐怕也搞不太清楚吧。记忆和梦境相互交错，令人感动。这样的情况在人类身上并不罕见。大脑会把带有强烈情感和画面感的逼真故事当成现实来对待。因此，所谓提升语言的力量，就是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个情感与场景都极度真实，足以被大脑当成现实的故事，再将它写在纸上，把单纯的语言变成能实现梦想的故事。这正是实现梦想最强大的法则。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揭晓实现愿望的4个步骤。只要照做您的愿望，就会实现。根据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仅仅是希望得到这个念头，也会让人更容易得到想要的东西。卡尼曼追踪调查了12000人，结果发现，在18岁时就回答金钱很重要的人，比回答不重要的人，20年后确实变得更加富裕。由此，卡尼曼断言，设定目标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此外，美国多米尼加大学也做过实验，把目标手写下来的人和用键盘输入的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单是用手写，目标达成率就提升了42%。或许您会觉得是不是巧合啊？但其实，键盘打字时的手指动作只有8种，而手写文字时手指动作却有1万多种。显然，手写激活的大脑神经远多于打字。而正是这种大脑活动，对目标达成率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前文所讲，为了实现梦想和目标，调动情感与场景等大脑功能是极为重要的。通过动用大脑来写下语言，梦想和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这点也有证据支持。不过，也许有人心里会有这样的困扰，根本想不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确定那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面对大的梦想，不知道该怎么实现。渡边老师说，之所以很多人会在实现梦想和愿望时感到困惑，是因为从小开始就不断被语言打压。比如别任性了，那种事谁也做不到；我们家没钱，别妄想了，为什么别人能做到，你却不行？当您长期被父母或身边人灌输这些语言时，我们的大脑就完成了以下负面设定：不能任性，忍耐是美德，自己做不到，
没钱就什么都不行。换句话说，做不到、不可能这种情感，早就被内化成了现实。因此，就算有人告诉你写下你想做的事就能实现，你也会觉得好像挺难的，甚至对梦想和愿望本身都抱有悲观态度。这就是一种被做不到、不行这种语言长期洗脑后的大脑状态。要改变这样的大脑，就必须先改变你日常对自己说的话，改变自己和自己对话的语言，将大脑重新设定为能实现梦想和愿望的大脑。为此，从小事、简单的事写起是非常重要的。渡边老师建议，先把那些您觉得开心、激动的小事写下来，比如我想去看场电影，就算是这么小的目标也没关系，先把它写出来，不管多小的事情，都先试着写下来。这样一来，慢慢的，那些需要花钱、耗时间，或者感觉有点困难的事，也会逐渐具体浮现出来。不过呢，只是把梦想和愿望写出来还不够，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光是写下没有感情的待办清单，是无法实现梦想和愿望的。重要的是在写下那些让您心动、令人兴奋的梦想和愿望之后，接下来要分成4个具体步骤来进行。步骤1，将写下的梦想和愿望分类。步骤2，制作愿望实现矩阵。步骤3，将梦想分成 do 要做的事，have 想拥有的东西，be 想成为的自己。步骤4，制定执行计划。我来逐一说明。步骤1，将写下的梦想和愿望分类。虽然统称为梦想，但其实可以分为幻想、梦想、目标、计划这4个阶段。幻想完全模糊不清，没有任何实现可能的状态。梦想，幻想的具体化。目标，为梦想设定了完成日期。计划，目标变成了日常习惯。当您刚把愿望写在纸上的时候，大多数都还只是处于幻想或梦想的阶段，被归为幻想的还算不上梦想，需要再具体化。而梦想若一直停留在梦想，就无法实现，因此需要明确什么时候实现，制定出具体的计划。步骤2，制作愿望实现矩阵。接着来看愿望实现矩阵，把梦想分成横轴赚钱能力和纵轴动员他人的能力，组合成4个象限。一个人能做不花钱的事，需要多人协作不花钱的事；一个人能做但需要花钱的事，需要多人协作且要花钱的事。这里重要的是划分需要花钱和不需要花钱的界限，因为每个人对于多少钱能立刻花多少钱会觉得负担不同。如果是预算感不清晰的梦想，就去调查一下，弄清楚大概要花多少钱，大致估算出费用，也是把梦想实现化时不可或缺的一步。步骤3，将梦想分成 do、have、be。再来把梦想分类 ：do 要去做的事 ，have 想要拥有的东西 ，be 想成为的自己。比如，去法国旅行 do， 买奔驰 have， 年收入达到1000万日元 be。分类过后，你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梦想，多半都是想成为这样的自己，也就是 be 类。另一方面 ，do 和 have 通常是一次性目标，比较容易达成。所以，如果要考实现梦想累积我也能做到的成功体验，建立信心，可以先从 do 和 have 下手。步骤4，制定执行计划。最后，从刚才列出的梦想清单中，一个个选出来，制定具体的执行计划。这时候有个重点，就是要遵循缪斯法则来书写计划。所谓缪斯法则，就是在制定计划时，连同实现目标后会得到的情感也一起写出来。那些成功实现梦想的人，都会把目标细分得非常小非常小，这样更容易持续行动下去，最终实现梦想。前面讲了怎么按照缪斯法则，把梦想用文字写出来。其实不止这本书，每年都有大量的自我启发书籍出版。坦白说，不管是哪本书，只要您自己觉得好，它就是好书。不过，光看书是不会带来任何改变的。如果言语、想法、情感和行动不能统一，现实就不会改变。有数据显示，大约1半人买了书根本没看完。
而剩下那一半人里，也只有10%的人会真正去实践书里的内容。实际上，估计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少。很多人在觉得好有收获啊，好像很有趣之后，合上书就开始忙别的事情，很快就把书里的内容忘了。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也正因为真正实践的人少，所以大多数人的梦想依旧只是梦想，愿望永远只是愿望。接下来是第3部分，能够实现梦想的人，都是不惧怕改变、持续不断挑战的人。不过，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障碍，即便您立刻行动，按照方法把愿望写在纸上，去实践所谓的愿望实现法则，实际上，有的人短时间内就能见效，有的人却迟迟看不到成果。您或许会想，不是说把愿望写在纸上就能实现吗？这和之前说的不矛盾吗？先别着急，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写在纸上的那些愿望，基本上都没有把障碍算进去。当然，一开始写愿望的时候，处在想象阶段，理所当然都是顺利实现的场景。但现实情况是，只要您试图去改变什么，几乎必然会遇到阻力。比如，当您在工作中尝试新的挑战，可能会遭到上司或同事的反对，或者您打算辞职创业，家人可能会反对。这时候，明明自己在努力改变，却总有人说最近你好像怪怪的，您变了呢。听到这些，难免会怀疑我现在做的到底对不对？只要您踏出挑战的一步，就会有各种阻碍和阻拦。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人都有现状维持偏差，人类本能上就害怕变化和未知。还有一种心理是害怕重要的人离开自己，进入另一个世界，或者妻子担心换工作的话，收入会不会变少，甚至朋友劝您万一创业失败怎么办。这些反对其实并不是故意在阻碍您，而是源于对变化的恐惧。与其期待现状改善，人类更多的是害怕现状变糟。也正因为如此，当您试图实现梦想和愿望时，就会遇到种种障碍。有些人之所以迟迟见不到成果，是因为在面对这些反对、批评时，屈服了。即便本来快要实现梦想，却选择了放弃，这太可惜了。其实您面前出现的障碍，应该把它视作邀请您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请柬。还记得缪斯法则里的忧是感恩的意思吗？障碍本身就是值得感恩的，能够带着感谢去接纳障碍，这样的心态才是实现梦想的重要关键。你要时刻记住，遇到障碍时，是否还能继续追梦，完全取决于您自己。而且，障碍不光来自他人，也常常来自自己内心。这种阻碍，其实就是负面情绪。我之前说过，写下愿望时要重视真实的感受。梦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背后藏着情感。可讽刺的是，正是这些情感，也可能成为您实现梦想的障碍。而且越是长大，越容易害怕挑战，因为一旦挑战失败，人就会受伤，慢慢被无形的枷锁束缚，动弹不得。即便内心有我想这样、我想那样的渴望，恐惧也会来捣乱。不过渡边老师说，害怕是可以存在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直面这些情绪，担忧、焦虑、悲观、愤怒、烦躁，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感。既然如此，与其逃避，不如学会直面恐惧，不用极端的害怕恐惧，而是学会在思考和情感之间找到平衡。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能力。任何行动，不管是不是第一次，从来都是公平的。即便您过去成功了，不代表下次也能成功。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过去某个成功的方法罢了。对安于现状的安心感，不过是虚幻的假象。请记住，现在和今后你要做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只要您能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情感，挑战新事物就不再只是恐惧，它还会带来喜悦、激情、动力、信念、希望和幸福。
这些正面情感，您一定也能体会到。最后，渡边老师送给那些想要实现梦想的人一句忠告：大多数不能实现梦想的人，一旦遇到障碍，就会认为我不行，这不适合我，我从来就不擅长这个。于是把眼前的状况和自己的能力绑定在一起。当一个人一次次被障碍绊倒，就会认为我就是个废物，开始为自己找借口，接受自己注定无法实现梦想的命运。而能够实现梦想的人，遇到失败时，只会想不过是偶然而已，继续挑战。无论失败多少次，都会不断告诉自己，只要坚持到最后，总会成功的。这种积极自我对话的人，即便最后失败了，可能也只是一场空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拥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成功可能性。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请试着对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这只是偶然发生的，这次失败也有其他因素的原因。一定要学会正向思考，就算失败1次、10次、100次，第101次您依然有机会实现梦想。很多人都在第1次、第10次就放弃了，而一旦放弃，成功就永远不会降临。所以毫无畏惧的持续挑战，这正是无论遇到任何障碍，依然能够实现梦想之人的最大特点。无论何时，挑战与障碍都只是暂时的，而只要坚持不懈，梦想终将成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